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低调行事掀巨浪，此次娱乐圈地位彻底翻盘。许多网友在提到国庆档期热门电影时，经常会提到《志愿军》、《存亡之战》和《749局》这两部电影。由于前者是由陈凯歌执导的，拥有豪华的全明星阵容，电影情节和题材更是无可挑剔，因此该片的票房和讨论度自然在国庆档期稳居首位。然而，电影749局却出现了高开低走的情况。大家原本都十分期待这部电影，认为它会将国产科幻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然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看过电影后，许多人都觉得这部电影与《上海堡垒》非常相似。在大家的批评声中，电影749局的票房逐渐下滑。导演陆川在为该片宣传时，甚至在现场流泪，场面令人感慨。仅从该片上映的这几天来看，它一直不断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，其热度之高连《志愿军》、《存亡之战》也难以超越。毫无疑问，与这两部电影相比，由赵丽颖、刘烨和肖央主演的《浴火之路》相对较为冷清。然而，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，这部电影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低调做事，默默无闻，在国庆档期票房中获得了第2名，同时赢得了观众的极佳口碑。对于赵丽颖来说，这部电影的成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，因为这标志着她在娱乐界的境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赵丽颖在电影《浴火之路》中表现出色，毫不逊色于她在第20条中的表现。凡是看过第20条的网友，都对她在该片中的表现赞不绝口。因此，当第20条口碑和票房双赢后，许多人都非常看好赵丽颖在影坛的前景。赵丽颖本身也在致力于向电影演员的转变，她抓住了每一次能与名导合作的机会，即使只是演配角，也不会放过。除了第20条，她还出演了许多其他电影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她在影坛上发展的决心。然而，仍有许多人对赵丽颖的影坛前景持怀疑态度。第20条的成功不足以证明任何事情，因为该片是张艺谋亲自执导的，主演是雷佳音和马丽，他们2位都是非常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，不成功都难。显然，《浴火之路》的票房大卖否定了这一点。在这部电影中，赵丽颖绝对是绝对的女主角。尽管她的2位男性搭档肖央和刘烨都是实力派演员，但他们的票房号召力并不强劲。面对《志愿军》、《存亡之战》和749局这样群星璀璨的电影，稍有疏忽，他们主演的电影就可能被影迷所忽略。然而，我们仍然低估了赵丽颖的选片能力以及她的演技。《浴火之路》探讨的主题是打拐，关注的是拐卖儿童和妇女的相关问题。赵丽颖所饰演的李红英是一位受害者，最终成功复仇。她与刘烨饰的赵子珊和肖央扮的崔大陆共同演绎，他们2个男人一个女人的组合，非常类似于复仇者联盟，一路上相互陪伴和协作，成功的将打拐题材的电影拍成了公路片，同时还融入了一些复仇大片的元素。总之，许多观众在观影后纷纷表示过瘾，认为这部电影带给他们许多惊喜。与同类打拐电影迥然不同，后者往往只专注于描绘各种悲剧与痛苦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部电影不仅情节中设计了许多幽默搞笑的元素，还加入了大量激昂慷慨的场景。正是这些内容使得《浴火之路》独具一格，广受网友好评，既赢得了口碑，也收获了票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赵丽颖在《浴火之路》中的表演再度震惊了观众。在这部电影中，她扮演了一位母亲，她的女儿和自己接连被前夫卖掉的经历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经历了重重苦难后，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破碎感，令人心生悲痛。然而，她在复仇时的眼神却充满了坚定，令人钦佩。总之，她所饰演的李红英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，使观众难以不喜欢。此外，她在该片中的造型也受到了广泛好评。在旅途中，她为施粉黛，面容纯净，身披一件淡雅的披肩，她的美丽难以被人忽视。她被迫与傻小子结婚时，穿着民族服装，头上插满了鲜花，更加美丽动人。读到这里，我们更加坚信赵丽颖的外貌非常适配大荧幕。赵丽颖不仅非常适合拍摄电影，而且在国庆档期间观看《浴火之路》的票房大卖，还进一步证明了她的票房号召力和扛片能力。伍佰执导的《浴火之路》并非出自电影界的大导演之手，而且打拐这一主题并不新鲜。然而，许多人观看该片是冲着赵丽颖去的，出乎意料，却发现这部电影真的很出色。结果，在观众自发宣传下，该片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。《浴火之路》低调做事，默默无闻，悄悄地攀升至国庆档票房第2名，而且票房仍在不断增加。可以确定的是，经历了这件事后，那些曾经贬低赵丽颖在电影圈发展前景的人，现在已经彻底无话可说了。《浴火之路》的成就已经证明了一切。赵丽颖即使不与张艺谋这样的大导演合作，也不需要给别的电影演员作配，也能在影坛取得不凡的成就。刘烨对赵丽颖的表演艺术赞赏有加，称她是一位能够打动人心的好演员。赵丽颖是他的合作伙伴中最有才华的一位。单凭刘烨对赵丽颖的这番评价，我们就能看出他对赵丽颖非常赞赏，他们的合作非常愉快。此外，赵丽颖曾与张艺谋导演合作，张艺谋对她的表演也给予了高度评价。赵丽颖在电影界的口碑一向非常好，她不仅演技精湛，口碑出众，而且现在还能够独挑大梁，主演整部电影。因此，在《浴火之路》之后，赵丽颖在娱乐圈的处境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她作为电影演员的身份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，未来她的电影事业必然会更加顺利。2. 赵丽颖《浴火之路》口碑井喷，这回谁还敢说她只会演古偶？赵丽颖卷入《浴火之路》的争议风波，国庆档期电影竞争激发了业界的深思。起初，大家都认为这部影片会在国庆期间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亮点，毕竟导演伍佰可是《白夜追凶》和《心理罪》的幕后英雄，再加上肖央、赵丽颖和刘烨这样的明星阵容，简直是超级强势啊！谁能想到，这部影片发布后，却引来了无数的负面评价。这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那句名言：空谈无益，虚华不足用。我们先来聊聊故事情节。《浴火之路》叙述的是3个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物在恶劣环境下的经历，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激动人心？真可惜，这个故事叙述的太乏味了，感觉就像是一瓶没有泡沫的可乐，让人毫无兴致。接下来谈谈表演者。刘烨所扮演的赵子珊，那种眼神和那股狠劲，简直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。观众们一致认为，观看他的演出就像是在目睹一只被逼入绝境的野生动物，既令人害怕又令人怜悯。不过提到赵丽颖时，就有点不太自在了。她所扮演的李红英应该是一个经历过社会磨难的复杂人物，但赵丽颖的演绎就像一朵柔弱的花朵，试图伪装成坚韧的野草，总让人觉得缺少了些什么。有意思的是，尽管评价不高，《浴火之路》的票房表现却相当不错。这不由得让人想到那句古话：美酒再好也需有人品尝。明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。赵丽颖的粉丝们真是表现得太出色了，硬是把这部影片的票房提升到了第2名。
这不禁让人感慨，在这个以流量为主的时代，明星的影响力确实不可忽视。这一现象也引起了行业专家的深思。有人评论道：“赵丽颖，还是乖乖的专心演古装剧吧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些不悦耳，但确实有其合理之处。每位演员都有自身的特长，明确角色定位比无畏尝试更为关键。你觉得呢？与《浴火之路》截然不同的是，同一时期上映的《之子青绿》和《志愿军：存亡之战》，前者在豆瓣的评分高达 8.0， 后者则有潜力超过10亿的票房。这种对比就像是两个极点，令人不禁深思，究竟哪种影片才是观众真正渴望欣赏的？归根结底，《浴火之路》的争议实际上揭示了整个电影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：如何平衡商业价值和艺术追求？如何在保证质量的还能吸引观众？这些问题可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。回顾整个事情，我们容易察觉到，影视行业正在遭遇着重大的考验与机遇。一方面，观众的喜好愈加苛刻，对影片的期待不断提升；另一方面，市场竞争愈发激烈，如何在众多作品中突出重围，成为每位电影从业者必须考虑的课题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电影人应该怎么办呢？有的人认为，应该回归根本，讲述精彩的故事；有的人认为要与时俱进，运用现代科技；也有人认为艺术和商业之间需要找到平衡。这些意见都是有依据的，但真正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去探索。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《浴火之路》这部影片的经历，可能会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标杆，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，了解观众，以及理解这个时代对电影的期盼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认为《浴火之路》真如评论所描述的那样糟糕吗？或许你可以谈谈，您认为一部优秀影片应当拥有哪些特点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，与我们共同讨论这个议题。要记住，电影行业就像是一场长跑，而不是一次短暂的快速比赛。今天的失败可能会变成明天胜利的基石。让我们共同期待，在不远的将来，能够欣赏到更多精彩的国产影片。